楚风弟弟，你醒了！楚风弟弟，你没事了！楚风弟弟，你可要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担心你啊！忽然间，人群中冲出了一片人，不仅将楚风与楚月团团围住，竟然还露出了一副非常关切的表情，就像是认识楚风多年的亲人一样，对楚风发出关心的慰问。此刻，楚风眉头一皱，心中暗道：这楚氏天族的小辈，竟然也如此的势利。什么时候这个废子成为你们的弟弟了？可就在这时，一道冷漠的声音却是忽然炸响。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那些围着楚风且正在关切楚风的人，顿时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那一刻，楚风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2个字：犹豫。可是他们只是犹豫了一瞬间，便立刻退散开来。他们做出了抉择，在楚风与那喊话之人之间做出了抉择。而那位喊话之人，则是那名叫做楚浩言的男子。此刻，楚浩言正向楚风一步一步的走来，而此一刻，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这楚浩言是要楚风的麻烦。可谁曾想，楚浩言走到楚风身前后，并没有立刻刁难楚风，而是看向了楚风身旁的楚月，说道：楚月，你不是想在楚氏天族待下去了吗？楚浩言此话一出，楚风能够注意到楚月的小脸瞬间就被吓得惨败，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看得出来，楚月非常惧怕这个叫做楚浩言的男子。见楚月惧怕，楚浩言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反而怒气更盛，以更严厉的语气问道：我在问你呢。楚浩言此话一出，楚月吓得猛然一退，险些没摔倒在地，倒是楚风及时出手，将楚月搀扶站稳。此刻，楚风将楚月拽到身后，目视楚浩言道：看我不爽直说，针对一个姑娘算什么男人？哟，你倒是够男人的，这是英雄救美吗？哎呦呦，真是不得了啊！楚浩言先是嬉皮笑脸的冷嘲热讽，随后忽然目露凶光，对楚风说道：你真以为你登上了天雷台的第9重就有资格与本少爷叫板？当日你不在吧？楚风问道。什么意思？楚浩言不解。我登上的因为并非天雷台的第9重，而是第10重。楚风纠正道。我管你登上第几重，怎么你觉得你很厉害？就在此刻，楚浩言忽然出手，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衣襟。当其抓出楚风衣襟的那一刻，楚风顿时剑眉倒竖，那一瞬间一股杀意横扫而出。楚风，可就在这时，一只手却忽然抓住了楚风的手腕，是楚月。楚月不仅抓住了楚风，他还暗中传音：楚风，不要招惹这楚浩言，他的爷爷乃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在楚氏天族内，除了楚若诗和楚灵溪以及楚环宇之外，根本就没有小辈敢得罪他。听得这话，楚风的怒火被强行压了下去。楚风不是惧怕这楚浩言，更不是惧怕这楚浩言身后的背景，楚风是有些担心这个楚月。楚风并未打算长久在这楚氏天族待下去，他迟早有一日是要离开的，无论走或留，他都不惧怕楚浩言。可是楚月不行，若是日后他楚风走了，这楚月怎么办？尽管今日乃是楚风第一次见到这楚月，是刚刚相识不久，但楚风对这楚月的确有了感情，是亲情，可能是因为名字，也可能是因为这楚月照顾过楚风。楚风真的感觉这楚月很亲切，真的把她当做了姐姐，所以楚风要为这楚月考虑。怎么了？看你先前的眼神不对啊，你还想与我动手不成？就在此刻，楚浩言竟然抓着楚风的衣领，把楚风硬生生的给提了起来。而在楚浩言提起楚风的同时，那楚月抓住楚风手腕的手却也越来越紧了。楚风能够感受到楚月的手都在颤抖，他是真的害怕，他非常惧怕这楚浩言。正因为这楚月，才让楚风那早已翻腾的怒火硬生生的被压制住了。怎么了？先前那股眼神怎么没了？不是传闻你很不得了吗？天不怕地不怕，谁你都敢得罪吗？楚浩言讽刺的说道。而就在这时，阵阵轰鸣忽然自大殿的深处传来，一道大门已然开启。此刻，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因为那大门开启的时候，便代表着这神域选拔已然开始了。楚浩言，你的修为在楚风之上，强过楚风，就算你与他交手胜了他，你也是胜之不武。就在此刻，一道声音响起，是楚若诗。楚若诗，看来你与这楚风关系不浅啊，居然替他说话。楚浩言问道。我若与楚风关系不浅，我现在绝非只是说话这么简单。你已经躺在了地上。楚若诗说道。听得此话，楚浩言顿时面露怒容，这话是何其的讽刺啊！同为小辈，同为楚氏天族当今最卓越的天才，可是楚若诗根本就没有将这楚浩言放在眼里。我只是有一个提议，这神域选拔已经开始了，咱们谁都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你若觉得楚风登上天雷台第10重是虚有其名，并非真材实料的话，你可以借助这神域选拔来与他比上一比，你们都进入死门，谁先出去谁就赢，如何？楚若诗说道。哼，我自然是没问题。楚浩言兽道。楚风弟弟，那你呢？楚若诗看向楚风，楚风并未回答，哪怕楚浩言始终有手拽着他的衣领，哪怕他能感受到在场之人那质疑的目光，可是楚风却还是没有回答。楚风并非是怕了，他怎么可能惧怕这楚浩言？只是他不怕这楚浩言，却怕楚月，他是怕日后离开此处，楚月受到伤害。此事只是你与楚浩言之间的切磋，不论胜负都无关任何人。若是有人因为这场胜负而针对他人，或者日后报复的话，我楚若诗会站出来主持公道。楚若诗说道。楚若诗很聪明，至少比在场的许多人都聪明。他并不觉得楚风迟迟不语是惧怕楚浩言，相反，他看出了楚风是在担心楚月，所以他才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而楚若诗此话说出之后，楚月的手倒也是缓和了不少，看来有楚若诗做他的靠山，他倒也是安心了不少。于是此刻，楚风也终于脱口说道：可以。哼，可以，这你就可以了。先前要与你切磋，你就不肯。天雷台第10重，不过如此。
楚浩言说这话的时候，竟用力地甩了一下楚风，将楚风甩出了数米开外，力量之大，险些没有将楚风摔在地上。那一刻，楚风摆脱了楚月，他如出笼的猛兽，眼中的杀意再度爆发而出。怎么，你不服？楚浩言问道。好了，不要耽搁时间，进去吧。就在此刻，楚若诗再度说道：“本姑娘没时间看你们在这里斗，你们爱进不进，我先进了。”而与此同时，楚灵溪也是忽然开口，却说完此话，他便立刻向那敞开大门深处飞掠而去，眨眼间便消失不见。楚若诗这一动身，则像是发出了神域选拔的口令一样，在场的许多人也是立刻动身，追随着他的身影，向那大门深处飞掠而去。哼，废物！我今日给楚若诗一个面子，我先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你若不服，等完成这神域选拔，我楚浩言再好好收拾你。话罢，楚浩言指着楚风，说完此话后，便也向那大门深处飞掠而去。至于楚风，他并没有立刻开始，而是来到楚月身旁，关切地问道：“楚月姐，你没事吧？”楚风弟弟，实在抱歉，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楚月满面歉意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动，看来这楚月很聪明，他不仅知道楚风是因为他才忍让着楚浩言的羞辱，他似乎也了解楚风的性格，但是仔细想来，这倒也正常。楚月毕竟是在大千上界就监视过楚风的人，对于楚风的性格有所了解，乃是情理之中。只要楚月姐无事，楚风便不委屈。楚风笑着说道，他笑得很无所谓，并非楚风真的不介意，只是他想让楚月安心。楚风弟弟，你快进去吧，记住，左边的是生门，右边的是死门，你要进入的是死门。楚月说道。那你是要进入生门？楚风问道。生门与死门不同，而我不具备进入死门的实力，至于具体的差别，我回头再与你说。现在我们必须赶紧进去，否则我可能会失去通关的资格。楚月说道。且话到此处之际，楚月已经有些着急了。好，我们一起走。楚风说话间，便抓着楚月一同进入了大门之中。此刻，在那所谓的死门之中，只有4道身影走了进去，那便是楚灵溪、楚若诗、楚浩言以及楚环宇。眼下，楚环宇和楚浩言正并肩而行。楚环宇，这楚风这么不堪，你之前居然没收拾掉他。楚浩言很是得意地说道，似是在炫耀自己今日成功地羞辱了楚风。而此刻，楚浩言则是面色凝重，说道：“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厌恶这楚风，可楚浩言，我必须提醒你，这楚风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准备？楚浩言问道。等着被他收拾的准备。楚环宇说道。被他收拾？好，我等着被那个废物收拾。听得此话，楚浩言得意地大笑起来，就好像听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一般。看着这样的楚浩言，楚环宇的目光有所变化，随后说道：“记住，我提醒过你了。”话罢，楚环宇便加快了前行的速度。楚环宇加快速度，很快便消失在幽暗洞穴的深处。而楚浩言则是忽然停了下来，他收起了笑容，目光变得若有所思，其中有着一抹谨慎。虽然他并不喜欢楚环宇，可是他的印象中，楚环宇也并非是信口开河之辈。而楚环宇这般认真地提醒着自己，倒是让楚浩言有了一丝不安。可是很快的，他那谨慎的目光便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狂妄与自负。哼，一个废物，能翻起什么浪花？就算收拾，也是我楚浩言收拾他。话罢，楚浩言也是加快速度，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这死门的深处。至于楚风，也进入了这所谓的死门，只不过他是最后一个进入这死门的。这死门相比于生门，的确更加的诡异，一路上到处都是机关，若没有敏锐的观察力，还真是不好走。只身一人走在其中，这死门倒是的确给了楚风一种危机四伏之感。只是哪怕如此，楚风仍是以最快的速度前行，毕竟他想要赢那楚浩言。而这一路上的机关，对于楚风这种界灵师来说，其实很容易躲避。楚风为了那个叫楚月的丫头这么隐忍，值得吗？途中，禹王大人问道。禹王大人有些不高兴，他并不喜欢楚风这么做，因为他不想让楚风受委屈，忍一时风平浪静嘛。楚风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道：“你真这么觉得吗？你要是真这么觉得，就不会答应与那楚浩言在这神域选拔中一较高下了吧？”禹王大人问道。听得此话，楚风的目光有些变了，若不是因为楚月今日之事，他还真就不会忍。楚风，我觉得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禹王大人说道。你说。楚风道。我知道你先前之所以忍，是因为你不想牵连那楚月，可首先你护得了他一时，你却护不了他一世，而且他与你瓜葛并不深，也没为你付出过什么，哪怕是照顾你，也是受楚轩正法所托，并且他也得到了好处，那便是有资格参加这神域选拔。若是让这样一种人，他成了你的软肋，你需要问一问自己，他到底值不值？禹王大人说道。楚风不语，他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因为楚月亲切，所以便想护着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现在所有人知道你是楚汉仙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所以你现在所背负的不仅仅是你楚风自己的名声，还有你爷爷、你父亲的名声。禹王大人再度说道。听的这些话，楚风的目光变得很是复杂。是啊，他是楚汉仙的孙子，他是楚轩辕的儿子，他可以丢人，可是他不能丢楚汉仙的人，更不能丢楚轩辕的人。楚月，他自然不想让他受伤，可楚月与他爷爷和父亲的名声相比，却也是不值一提。想到此处，楚风的双拳忽然握紧，眼中的怒火也是随之迸发而出。这一刻，楚风的周遭都变得寒冷无比，因为伴随着怒火而出的是磅礴的杀意，那是他隐忍许久的杀意，对楚浩言的杀意。淡淡，我懂了，这件事我会做出抉择。楚风说道。听得楚风这样一说，禹王大人的嘴角不由得掀起一抹笑容，随后说道：“这样就对了，你应该也意识到了，楚氏天族现在的小辈都不了解你的爷爷和你的父亲，自然也就不知道你爷爷与你父亲的实力，所以如楚浩言这种人才敢这样不尊重你。
现在无论是你的爷爷还是你的父亲都没办法为你撑腰，所以你只能自己为自己撑腰。那些老一辈的老家伙们，你自然是无法奈何，可是绝对不能让这些小辈的把你欺负了。无论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行。淡淡的言外之意已经非常明了，哪怕楚浩言等人拿楚月威胁楚风，楚风也绝对不能服软，否则就是辱没了他父亲与爷爷的名声。我懂的，下一次绝不再忍。楚风说道。当然不能忍，下一次直接让本女王出手，本女王会让那楚浩言知道，让楚氏天族的所有小辈知道，你楚风绝不是好惹的。女王大人说道，而他也绝对有这个底气。虽说女王大人如今的修为只是5品真仙，而那楚浩言乃是7品真仙，但是楚浩言绝对不是女王大人的对手，因为女王大人除了5品真仙的修为之外，还掌握着其他修武者所不具备的逆天战力，并且还是逆战5品，这样的实力，莫说是那楚浩言，就算是那楚若诗，也未必是女王大人的对手。谁说我没人撑腰？我这不是有我女王大人撑腰吗？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与女王大人一番交谈之后，楚风那憋闷的情绪倒也是释放了不少，因为他很清楚，走出这死门的时候，就是向那楚浩言找回场子的时候。我不为你撑腰，谁为你撑腰？难道要那个叫楚月的为你撑腰吗？他只会连累你，让你忍不该忍之辱，受不该受的气。女王大人扬着小脸说道。好了，我保证不忍了，好吗？楚风说道。当然不能忍，先不说认识多久，单说他的人品就有问题，他明知道你是什么人，却还要你隐忍，这根本就不考虑你的感受，他只在乎自己的安危，这是何其自私之人。女王大人说道。知道了，都说过不忍了，我的女王大人就不要生气了。楚风说道。这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而是我觉得不值。若是今日你为苏柔、苏美、紫菱这般，本女王绝对什么都不说，我会支持你，因为他们值得你那样做。可是这楚月不行，因为他不值。对了，还有那楚若诗，你要小心点。女王大人说道。楚若诗，她怎么了？楚风问道。别以为他替你说话就是真的帮你，他特意点名你登上天雷台第10众，不是真材实料，而是虚有其表。但在那之前，楚浩言可没说过那种话，所以本女王断定那是楚若诗心中所想。女王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剑眉倒数，目光变得谨慎起来。经过女王大人的提醒，楚风也是意识到楚若诗那句话的确是另有所指，这楚氏天族真是危险，同辈之中找一个好人都这么难。楚风笑着感慨道。好人有啊，女王大人说道。谁？楚风问道。本女王觉得那个楚灵溪还不错，至少她不坏。女王大人说道。楚灵溪吗？楚风想了一下，随后笑着说道。那丫头古灵精怪的，的确是有点意思。救命啊！可就在这时，在这幽暗洞穴的深处，忽然传来一道呼救的声音。听的这个声音，楚风顿时目光一动，随后竟释放出神级雷纹，提升修为，来加快前行的速度。因为那道呼救的声音似乎是楚灵溪的声音，在神级雷纹施展之后，楚风的修为以及速度都得到了提升。只是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很危险的。楚风之所以不在一开始就使用神级雷纹，那是因为先前的速度刚刚好，那是楚风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所能施展的极致，而眼下这样的速度则超出了楚风所能控制的范围。这种速度下，楚风的观察力会有些跟不上，而这洞穴之中又遍布机关陷阱，楚风观察力变弱的话，很容易深陷危机之中。可楚风此刻却也顾不了那么多，他几乎确定那是楚灵溪的呼救声。先不说楚灵溪是楚轩正法的亲生女儿，就算楚灵溪与楚轩正法没关系，楚风也不会袖手旁观。因为就如女王大人所说，这楚灵溪虽然看上去傲娇高冷了一些，可实际上她却是这楚氏天族的小辈之中不可多得的好人。她遇危险，楚风真是做不到坐视不管。好在走了没有多久，楚风总算来到了那呼救声音传来的地方。只不过此刻楚灵溪的呼救声已经越来越小了，因为他掉入了一个陷阱之中。那个陷阱很小，从表面上看，那是一个池子，池子内布满了半透明状的绿色池水，很深，非常的深。但最可怕的绝对不是这池子的深度，而是那些池水，绝非简单的池水，落入其中便会失去逃脱的力量，越是挣扎便越是虚弱，连楚灵溪这种修为的人也无法抗衡。可楚风现如今好歹也是重温级尊袍界灵师，再加上他的天眼已有所增进，所以楚风的观察力也远非昔日可比。楚风一眼就看出，这池水虽然厉害，可实际上并不会真的索人性命，它只会将人困住。很显然，楚灵溪他现在就是被这个池水给困住了。楚风观察一番后，便纵身一跃，跃入了那池水之中。进入池水之后，楚灵溪的呼救声音再度变得清晰起来。楚风入水之后，倚直而下，很快便看到了楚灵溪的身影。他此刻正在努力的挣扎，施展浑身解数，想要脱离这水池，可是奈何他一点手段都施展不开，反而被一层又一层深绿色的气焰所缠绕。而那深绿色的气焰不仅有着隐形捆绑的作用，更是会让人心烦气躁。简单的说，那深绿色的气焰会影响人的情绪，会让人丧失理智，从而永远被困在此处。眼下楚灵溪就已经丧失了理智，甚至楚风靠近他都没有察觉到，他仍在拼命的挣脱，仍在拼命的呼喊。楚风还是第一次看到高高在上的楚灵溪大小姐会有这般恐慌的一面。老实说，这个样子倒是有点可爱，至少说明他也是一个凡人。可楚风同样很清楚，其实是那深绿色的气体让楚灵溪变成这般，否则正常的楚灵溪绝对不会如此慌张。楚风靠近楚灵溪后，用手掌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头上，一层又一层结界之力涌入楚灵溪的身体。楚风是在帮他恢复理智，唯有恢复理智，才有机会逃离此处。这池水力量很强，若不是楚风现在已是尊袍界灵师，还真就难以帮助到楚灵溪。但很幸运，楚风现在
偏偏就是尊袍界灵师。在楚风的帮助之下，原本慌乱的楚灵溪忽然陷入了昏迷，但是很快又苏醒了过来。你干嘛？楚灵溪见到眼前的楚风，顿时目露惊慌，毕竟他能够感受到楚风的手正放在了他的小脑袋上。别动，我是在救你。眼见着楚灵溪想要用小手强行把自己推开，楚风赶忙开口说道。楚灵溪倒也聪明，他也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确身处险境，而楚风出现后，他自己那烦躁的心绪也的确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他断定楚风的确是在帮他，所以他也不再推开楚风，只是那张俊俏的小脸却涌现出了一抹如熟透苹果般的红色。哟，你这个小丫头还会害羞啊？楚风笑眯眯地说道。男女授受不亲，若不是看在你是在帮我的份上，我早就斩断了你的手。楚灵溪瞪着眼睛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一个没忍住，全笑出了声，随后说道，只是摸了你的小脑袋，这算什么肌肤之亲啊？你懂什么？楚灵溪欲言又止，随后说道，快一点。看着这样的楚灵溪，楚风笑得更浓了。不过楚风笑归笑，那灌输给楚灵溪的结界之力却并没有停止。这种情况下，那缠绕着楚灵溪的深绿色气焰也是开始消退。不要抗拒，跟随着这池水的暗流。楚风说道。跟随着这池水的暗流就沉下去了。楚灵溪说道。就是要沉下去。楚风说道。楚灵溪有些诧异，信我的没错，你想从这池子的入口游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楚风说道。哦。楚灵溪略带勉强的点了点头，可是倒也真的不再抗拒。这种情况下，楚风与楚灵溪二人开始缓缓向着池水深处沉去。而就在这时，楚风则是意念一动，将结界之力释放而出，随后双手捏诀，很快的结界变换，化作一道结界阵法，将楚风和楚灵溪覆盖在了当中。这又是做什么？楚灵溪问道。这能加快我们下沉的速度。楚风说道。楚灵溪点了点头，可随后眼眸大变，惊呼道，不对，什么不对？楚风有些茫然，而楚灵溪则是转过头来，用那一双清澈的美眸紧紧地盯着楚风说道，你什么时候成为的尊袍界灵师？一次偶然的机遇之下，楚风笑着说道，那你这机遇来得也太快了吧，明明才在不久之前突破到的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居然一眨眼就成为尊袍了。楚灵溪说这话的时候，那张精致的小脸之上毫不掩饰地涌现出了羡慕之色。不羡慕才怪，明明之前在结界仙域，他与夏雨儿还有楚风三个人是一同从蛇纹级仙袍界灵师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现在他还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并且一直认为在这样的年纪能有这种水平的界灵之术，他已经很知足了。可谁曾想，楚风他现在居然成为了尊袍界灵师。仙袍与尊袍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所有人知道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少。楚灵溪这样一个好强的丫头，岂能不羡慕？你是在哪里遇到的了突破的机会？无比羡慕之下，楚灵溪忍不住问道，你先告诉我，是谁将你推入这陷阱之中的？楚风忽然说道。楚风此话一出，楚灵溪顿时一愣，而他这样的反应则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毕竟楚灵溪好歹也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而他的修为也不弱，凭借他的感应力和实力，不可能落入这样的陷阱。可他落入了，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要么是楚灵溪自己跳进来的，第二种，那便是有人故意将他推进来的。现在的情况绝对是第二种，这件事与你无关。可谁曾想，楚灵溪愣了一下之后，竟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这样的回答几乎肯定了楚风的猜测，楚灵溪是被人推进来的。可是楚灵溪似乎并不愿意告诉楚风这个人是谁。真看不出来，你这丫头人品还不错，哪怕被人害了，却也不愿背后说人坏话。不错不错，真是令我刮目相看。楚风忍不住夸赞道。哟，原来你楚风也会拍马屁的。楚灵溪翻着白眼说道。拍马屁我倒是敢，但是你的我可不敢。楚风说这话的时候，看了一眼楚灵溪的腿。流氓！楚灵溪原本缓和的小脸顿时又变得通红，那气鼓鼓的模样倒是可爱至极。别看她修武也有一段时日，可这个丫头倒还是保持着少女的纯真。我怎么流氓了？你先损我的，还不行我反驳呀？那你也太霸道了吧？楚风说道。哼，本小姐不与流氓斗嘴。楚灵溪傲娇的把小脸转了过去。真不告诉我是谁推的你？楚风继续问道。而楚灵溪则真的不理楚风。不过其实你不说，我也能够猜到是谁。楚风说道。是吗？而楚风此话一出，楚灵溪倒是来了兴致，问道，那你说是谁？楚若诗对不对？楚风问道。楚风此话一出，楚灵溪美眸一动，显然是没有料到楚风猜得这么准，随后说道，说依据，你先进去的，他紧随其后，以他的实力可以追得上你。但是楚环宇和楚浩言则不行，不是说楚环宇和楚浩言他们两个实力不行，而是他们两个感应力不够。在这种遍地陷阱、危机四伏之的，他们感应力不够的话，速度也将受到限制，所以能够将你推入陷阱的唯有楚若诗。楚风说道。其实这很简单，不难猜。楚灵溪傲娇的扬起了小脸。其实我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楚风问道。当然有好处，你以为我们为什么有生门不走，而走死门？楚灵溪反问道。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走死门。楚风摇了摇头。你不知道生门与死门的区别？楚灵溪问道。不知道。楚风耸了耸肩。生门很安全，除了难走一点，几乎没有什么凶险。不过进入生门是有排名限制的，必须快速自生门走出，才能通过神域选拔。同样的排名靠后者便会被淘汰。但是这死门非常凶险，可只要能够从这死门出去，无论用时多久，都会成功通过神域选拔。楚灵溪讲述道。而听到这里，楚风忍不住插嘴道，可是以你们的实力，就算进入生门，也一定是最先通过的。按理来说，你们无需进入死门，而之所以进入了，就是另有原因，那是淡然。
死门虽氏族内前辈布置，可却也是机遇与凶险并存之处。这里有宝贝，而这陷阱之上就有宝贝。楚灵犀说道：“那我知道了，原来是为了珍宝，他才对你出手。”楚风摊了摊手，随后对女王大人说道：“我的蛋蛋，还是你厉害。那楚若诗果然不是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么善良。当然了，本女王的直觉很准，不过看楚灵犀的样子，对于楚若诗对她出手，她并没有惊讶。看来她早就清楚那个楚若诗的人品。”女王大人说道：“说起楚灵犀，越与她接触，越觉得这丫头不错。哪怕楚若诗害了她，她却也并没有说过楚若诗半个不字。”楚风说道：“是不错，要不娶了她吧？”女王大人坏坏的笑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一脑门子的黑线。他对楚灵犀可没有那种感觉。可就在这时，楚风忽然神色一动，随后赶忙将目光投向了下方。他已经能够看到这水池的底部，但吸引楚风的乃是那水池底部的一颗黑色的珠子，而那珠子不仅闪烁着耀眼的光华，那珠子之外还盘踞着10头猛兽。那10只猛兽个个都有100米长，长相不同，却皆是凶神恶煞。他们就如同守护者一般，守护着那颗黑色的珠子。天哪，那竟是传说中的食魂珠！就在此刻，楚灵犀发出了惊呼：“食魂珠，什么来头？”楚风问道：“食魂珠你都不知道？”对于楚风的问题，楚灵犀感到很是惊讶。若不介意，给我讲讲吧。楚风笑着说道。看楚灵犀那惊讶的样子，楚风知道他对食魂珠绝对很是了解。只是对于楚风此问，楚灵犀却是无奈的叹息一声，随后问道：“你父亲什么都不与你讲的吗？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我从小到大也只见了我父亲一面而已，因为某些原因，我并非是我父亲抚养长大的。”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灵犀的美眸微微一动，他似乎是明白了什么，于是他不再多问，也不再嘲讽楚风，而是直接为楚风讲述起了关于这所谓食魂珠的事。而说起这食魂珠，其实要从这个神域选拔的场地说起。这里原本叫做生死宝地，乃是楚氏天族的老祖楚叶天红联手诸位强大的界灵师亲手打造而成。楚叶天红在这里面藏匿了多件宝物，其中最珍贵的一件便是食魂珠。这食魂珠对天雷血脉者拥有着极大的帮助，尤其是修炼天罚玄功的人，其力量更是可以发挥到极致。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么多个小辈曾进入这里，也曾有不少人在这里面发现过宝物，但却从来没有人发现过食魂珠的踪迹。渐渐的，这里的宝物越来越少，人们觉得老祖留下的宝物都已经被取光了，所以这里也便不再是小辈们所向往的地方。但因为特殊的结构，倒是可以用来作为特殊的选拔，所以后来才被定位了小辈们进行神域选拔的场地。不对，是有一个人曾找到过这食魂珠的。忽然，楚灵犀说道：“有人找到过？那这食魂珠又怎么会在这里？”楚风很是诧异，因为那个人说食魂珠对他没用，所以又放了回去。正因如此，当时包括现在，都有许多人认为那个人是在吹牛。楚灵犀说道：“这种事情的确会被认为是吹牛。”楚风也是笑了笑，但我听说那个人好像是你爷爷。楚灵犀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一脑门子的黑线，心想自己的爷爷看来小时候也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啊。不过得知是自己的爷爷后，楚风又赶忙说道：“那便一定不是吹牛了，你对你爷爷倒是挺有信心的。”楚灵犀说道：“这种信心源自于血脉。”楚风说道：“其实我之前是真的不信，但是我现在信了。”楚灵犀说道：“为何呢？”楚风问道：“因为你也找到了这里，不是吗？”楚灵犀说道：“这么说来，这食魂珠对神罚玄功是没有用的。”楚风之所以这么问，源于2点。首先，楚灵犀讲述这食魂珠的时候说过，这食魂珠对天雷血脉者有帮助，但必须是在修炼自罚玄功后与自罚玄功融合才行。对于人罚玄功的罚玄功都有着极大的帮助，而对于天罚玄功修炼者来说，这食魂珠的力量更是可以发挥到极致，但却并未提起神罚玄功。可是楚风的爷爷曾经得到过这食魂珠，却又将这食魂珠丢掉，这很可能说明食魂珠对神罚玄功没有用处。这个我并不清楚，可是你爷爷曾说过一句话，你想知道吗？楚灵犀问道。当然，楚风说道，我也只是听说，到底是不是你爷爷说的，我也不清楚。不过传闻中你爷爷是这样说的，他说食魂珠不配与神罚玄功融合。楚灵犀说道。这话像是我爷爷说的。楚风笑着说道。你见过你爷爷吗？楚灵犀问道。自然是没有。楚风说道。那怎么搞的？你像是很了解你爷爷一样。楚灵犀问道。谁让他是我爷爷呢？楚风笑眯眯地说道，随后将目光再度投向下方的食魂珠，说道：看样子你很想得到它，我帮你吧。你帮我？这食魂珠可不是那么好得到的。你看到那10只守护兽了吗？你感受一下他们的力量，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除非我们的修为踏入天仙境，否则根本不可能击败他们。而只要无法击败他们，我们就无法拿到食魂珠。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已经知道这食魂珠的位置，而我在100岁之前，我一定可以踏入天仙境，那个时候再将来取它也是一样的。楚灵犀说道。明明可以现在取，为何要等那个时候呢？楚风说道。你是没听懂我说的话吗？这食魂珠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拿到的。楚灵犀说道。那如果我拿到了怎么办？楚风说道。你有办法。楚灵犀很诧异，可是看楚风的样子又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说道：我提醒你，若是你出现什么意外，可不要牵连我，你在这里看着便好。楚风说话间脱离了那座阵法，随后便跟着水中暗流，继续向那食魂珠靠近。似是察觉到了有人靠近，那守护着食魂珠的守护兽竟然纷纷散发出磅礴的气息。但最可怕的是，他们已经睁开了那巨大且充满杀气的双眼，正在凝视着楚风。那目光太过可怕，就好像在警告楚风，再敢靠近，格杀勿论。此一刻，毫不夸张地说，是死亡的气息将楚风笼罩。这绝对不是警告那么简单，
那10只守护兽的确具备着斩杀楚风的实力。楚风，你惊醒他们了，快退回来！这里的所有机关陷阱都不会取人性命，可唯有这食魂珠是个例外。这食魂珠的守护兽是真的会杀了你的。眼见着那守护兽已然苏醒，楚灵溪紧张的大喊起来。可谁曾想，就在这时，楚风的手掌忽然张开，顿时一张光芒大网自其手中浮现，并且急速扩大，竟眨眼间将那10只100米长的守护兽所覆盖。当那光芒大网覆盖了守护兽之后，竟然融入守护兽的身体。一时之间，10只守护兽皆是发出响彻天际的怒吼声，就连这特殊的池水都荡出了一圈圈强大的涟漪。可是就在此时，楚风双手开始捏诀，轻喝一声震开，那些融入守护兽身体的阵法大网竟然再度散发出光华，而那些暴怒的守护兽竟然也因此陷入了挣扎。这是催眠阵法。见此一幕，楚灵溪忽然神色一动，身为界灵师的他可以看得出来，楚风此刻所施展的乃是催眠阵法。楚风是想用催眠阵法将这10只守护兽催眠，从而再去夺取那食魂珠。只是这10只守护兽如此强大，楚风做得到吗？楚灵溪产生了怀疑，可却也不再多嘴。他是不想影响楚风，他看得出来，楚风正在全力催动那阵法，而楚风这一催眠竟然用了足足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之后，那10只守护兽终于闭上了双眼，陷入了沉睡。而楚风更是立即布置一座阵法，使得自己在水中速度提升，顺着水流，很快便来到食魂珠跟前。当楚风握住食魂珠的那一刻，那10只守护兽便顿时化作10道气体，融入了食魂珠之内。这一刻，那食魂珠竟然变得明亮起来，其中有10道气体盘旋涌动。原来这才是食魂珠的本体。楚风笑了笑，天哪，你竟然真的做到了！而就在此刻，楚灵溪看着楚风手中的食魂珠，则是一脸的难以置信。也算是运气吧，虽然那10只守护兽很强，但终究不是真正的生命体，所以催眠容易一点。若真的都是本体，那我的阵法也根本就不管用的。楚风说话间，将食魂珠对到了楚灵溪的身前，说道：“拿去吧，你真的要给我？”看着那被递到身前的食魂珠，楚灵溪的眼中充满了惊讶。对我也没用，我留着干嘛？拿着吧。楚风笑着说道。楚灵溪倒也没有太多犹豫，而是很快的便将食魂珠接了过去。毕竟他的确非常想要这食魂珠，也的确需要这食魂珠。我欠你一个人情。接过食魂珠后，楚灵溪说道：“人情已经还清了，毕竟你父亲救过我的命。”楚风说道：“他的人情是他的，而我的人情则是我的。”楚灵溪说道。此刻，楚风看向楚灵溪，发现这个丫头那一双清澈的眼眸之中，竟然涌现着无比坚定的目光。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这么想的。随便吧，不过我们现在应该尽快离开此处。楚风说道。随后，楚风带着楚灵溪顺着这池子底部的暗流继续前行，终于发现了一道结界门。自那结界门内走出，楚风与楚灵溪便回到了那个池子陷阱对面，回头观望，只是墙壁那结界门已经消失。怎么了？已经脱困了，怎么反而不高兴了？楚风看着楚灵溪，笑眯眯地问道。他发现这个丫头此刻的脸上竟然有着一抹愧疚之色。若不是救我，你不会输给楚浩言。楚灵溪说道。你是指我与楚浩言的对赌吗？无所谓的，再赢回来就可以了。咱们出去吧。楚风说道。而看着如此豁达的楚风，楚灵溪则是一愣，随后在那精致的小脸之上，竟然难得的扬起了一抹笑容。这一笑是如此的迷人，宛如世间最纯净的花朵绽放，令人垂涎。接下来的路程非常的顺利，楚风与楚灵溪很快便走出了这个所谓的死门。只是刚刚走出死门，楚风便听到了一些不好听的言语。在死门的出口不远处聚集着几个人，那些都是参加了神域选拔的人，他们正在议论着楚风。那楚风登上了天擂台第10众，我以为他要成为楚氏天族的第1天才了，可谁曾想居然被楚浩言那般羞辱，都不敢出手。看来传闻中的他也并没有那么利奥的呀。是啊，传闻中那楚风天不怕地不怕，结果看到楚浩言立刻就怂了。传闻果然不可信啊。那几人用那幸灾乐祸的嘴脸对冷嘲热讽，你们懂什么？难道看不出楚风是因为楚月才没有对楚浩言出手的？而就在这时，一道厉喝忽然响起，是楚灵溪。楚灵溪这忽然间的怒喝不仅惊吓到了那几个议论楚风的人，不远处的所有人也都注意到了这一切。楚风弟弟，我们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我们就是看到楚风和楚灵溪那几人的脸上顿时面露惊慌之色，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虽然他们先前嘲讽的厉害，可是看得出来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惧怕楚风的，因为楚月。而就在这时，一道冷笑忽然响起，是楚浩言。不仅楚浩言走了过来，先前参加神域选拔的所有人几乎都走了过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没有参加神域选拔的人，就连楚环宇和楚若诗也在不远处注视着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楚月？难道你不清楚？楚灵溪问道。哼，说的就好像不因为楚月，他楚风能把我怎么样似的，就凭他的修为难道会是我的对手？他很清楚，若是对我出手将是自取其辱，所以他才忍着，而他也只能忍着。楚浩言最后一句话是指着楚风说的，而对于楚浩言的羞辱，楚风则是淡淡一笑，他笑得很是轻蔑。你笑什么？见楚风竟然露出如此轻蔑的笑容，楚浩言怒声问道。我笑你太过自负，却不知自己其实弱得可怜。楚风说道。你说什么？你胆敢说我弱？来，咱们两个现在就一较高下，看看到底是谁强谁弱。楚浩言说话间便快速向楚风走来，与此同时他那7品真仙的气息也是释放而出，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要对楚风动手。而就在这时，忽然天雷涌动，乌云密布，只见楚灵溪裙摆飘荡，发丝舞动，
如同暴怒的精灵，携带着7品真仙的气息，便站在了楚风的身前。灵犀，你什么意思？你要护着这个楚风？楚浩言问道。他很是惊讶，向来谁都不理，如同不把他们看作亲人的楚灵犀，竟然会为这个楚风出头。以强欺弱不算本领，若要比，也是同等修为之下。若要比，不如与我比一比可好？楚灵犀说道。楚灵犀此话一出，则是换作所有人惊讶了。向来冷若冰霜，不与人亲近的楚灵犀，竟然真的要护着这个楚风。听得此话，楚浩言眉头皱了起来，他心中有忌惮，可能不是忌惮楚灵犀，但忌惮之人也定然是与楚灵犀有关。于是他并没有接下楚灵犀的挑战，而是看向楚风说道：楚风，你是要站在一个女人的身后吗？好了，就在此刻，那楚若诗忽然开口，并且说话之间，楚若诗也是娇躯一纵，如同仙女下凡一般，落在了楚灵犀与楚浩言的中间。当她落下那一刻，天空中的乌云散去，雷霆更是消退，就连楚灵犀和楚浩言的气息也是消散，是压制。楚若诗凭借自己8品真仙的实力，硬生生的将楚灵犀和楚浩言的气息给压制了下去。今日之事到此作罢，若是谁再挑事，那就先过了我楚若诗这一关。楚若诗说这话的时候，特意看了楚浩言一眼。楚浩言轻哼一声，向后退了一步。他终归也是知道，现在的他还不是楚若诗的对手，终究还是我赢了。楚浩言看着楚风说道：你赢了什么？楚风问道。是我先从这死门内走出来的，你难道忘记你我的赌约了吗？楚浩言指着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笑了，笑得比先前还要轻蔑。你还笑？有什么资格笑？你一个失败者，凭什么在我面前笑？楚浩言的眼中怒火滚滚，在这个楚氏天族之中，几乎很少有小辈敢与他这般，他也无法容忍有人敢对他这般。楚浩言，你适可而止吧。楚风若不是为了帮我，未必会输给你。楚灵犀说道。帮你？楚浩言讽刺的一笑，随后说道：依我看，是你帮他吧？你为了帮他掩饰他的笨拙，居然还故意这么久才出来。楚灵犀，你也是够可以的呀！真是不知道这楚风哪一点能够这么吸引你，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这样帮着他。楚浩言说这话的时候，略微带着一些醋意。楚氏天族之内，虽然同为一个家族，可却分着很多支系，而这些支系之间是可以成婚的。楚若诗和楚灵犀，身为当今楚氏天族小辈之中最卓越的女子，乃是无数男子心目中择偶的最佳人选。这其实也包括了楚浩言和楚环宇这2位天才。奈何楚若诗有一个青梅竹马，虽然那个青梅竹马的修为在楚氏天族的小辈之内谈不上最顶尖，可是他们2人的感情却是极好，几乎从小就确定了婚事。这种情况下，楚灵犀则成为了楚氏天族小辈们唯一的最佳择偶标准。只是楚灵犀虽然古灵精怪，可却也是冷若冰霜，向来与他们保持距离。久而久之，人们都觉得楚灵犀的性格就是如此。但是今日看到楚灵犀居然这般护着楚风，别说楚浩言了，在场的许多小辈对楚风都开始心生嫉妒，甚至憎恨。的确是楚风帮的我，只是我们用了这么久才出来，也并非没有原因，而这便是原因。楚灵犀说话间，掌心自乾坤带划过，下一刻，那10魂珠便出现在了他的玉手当中。那是10魂珠。看到那10魂珠，莫说旁人，就连远处的楚若诗和楚环宇也皆是神色大变。10魂珠乃是楚氏天族的镇族之宝，虽然被楚氏天族的老族楚叶天红放在死门内多年，可是对于他的记载与画像，在楚氏天族却有很多，所以几乎楚氏天族的所有小辈都知道这10魂珠的功效，也知道这10魂珠的模样。这真的是10魂珠？你们在死门内找到了10魂珠？此刻，就连久久未语的楚环宇也是忍不住凑了过来。要知道，这10魂珠对他们的帮助可是非常大的，不可能是真的。楚浩言说道。这当然是真的。楚灵犀说道。不可能，10魂珠那么多年了，都没有人能找到，怎么会被你们找到？楚浩言问道。是啊，那么多年了，那么多前辈都进去过，却都没能找到。可是不好意思，偏偏就被我和楚风找到了。楚灵犀说道。就算被你们找到，以你们2个的实力，也无法征服这10魂珠。就在此刻，楚若诗开口了，并且还环视众人，高声说道。众所周知，10魂珠有着10只守护兽，那守护兽实力强横，唯有天仙境强者才能将其制服。而当年老祖他将10魂珠放在死门内，也是想日后有卓越的后人能够继承他的衣钵。而这个后人不仅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有着极强的天赋，至少要在100岁之内成为天下才行。话到此处，楚若诗看向楚灵犀和楚风，说道：可是你们2人，莫说天仙境，就连真仙境的巅峰都没有达到。对啊，他们的实力不可能征服得了10魂珠啊。经过楚若诗这样一煽动，在场的不少人都向楚灵犀与楚风投来了鄙夷的目光。他们都已经认定楚风和楚灵犀是在撒谎，那10魂珠乃是假的，是他们为了他们如此缓慢地走出死门而找的借口。那10魂珠乃是真的。就在此刻，忽然一道声音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天际之上。看到那道声音，在场的许多人都闭上了嘴巴，不敢再发出半点鄙夷的声音，因为那个人乃是楚灵犀的父亲，刑罚堂的副堂主楚轩正法。正法前辈，您确定这10魂珠是真的？楚若诗问道。他似乎很不愿意相信这10魂珠是真的，因为老祖曾说过，只要是谁在死门内找到10魂珠，就可以将10魂珠融合，只要融合，那10魂珠便属于了那个人。而现在这10魂珠在楚灵犀的手中，也就等于这10魂珠已经属于楚灵犀。倘若这10魂珠是真的，那么以楚灵犀的天赋，再融合这10魂珠的力量，超越他乃是迟早的事，所以他自然不愿意相信这10魂珠是真的。灵犀，将10魂珠给我。楚轩正法说道。而在其开口之后，楚灵犀也是小手一扬，
将那食魂珠丢向了天际之上的楚轩正法。可是就在那食魂珠将要靠近自己之际，楚轩正法却是掌心摊开，一股奇异的力量融入那食魂珠之内。下一刻，那噬魂之内并射出10道气体，那10道气体一经出现，便立刻化作10只长达100米的巨型猛兽，一个个不仅凶神恶煞，更是散发着强大的气息。那气息之强，让在场的所有小辈都为之色变，因为那10只巨兽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抗衡的。有人能够将他们收服吗？楚轩正法目光扫视下方，并且还特意看向了楚怀宇、楚浩言和楚若诗3人。这一刻，众人纷纷摇头，他们都已经感受到了那10只巨兽的厉害，怎么还敢去试？我来试试。可就在这时，却真的有人站了出来，是楚怀宇。楚怀宇说话之间，7品真仙的气息散发而出，与此同时，在他的额头之上涌现出了一道雷纹，那竟是一个天字。这楚怀宇竟然修炼了天罚玄功。当那天际雷纹出现之后，楚怀宇的修为竟然得到突破，从7品真仙提升到了8品真仙。天罚玄功竟有着与神罚玄功一样的效果。此刻，女王大人很是诧异，同时也很不高兴。她为楚风感到不平。楚风修炼神罚玄功付出了多少？每次天雷降临，楚风所承受的痛苦都非常人所能承受。可是现在，楚风修炼神罚玄功所能做到的，这个修炼了天罚玄功的楚怀宇竟然也能做到。女王大人自然感到不平。不过，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倒是很平静。他很清楚，天罚玄功与神罚玄功是有着很大差距的。可能在真仙境，这样的差距体现的还不明显，但总有一日，神罚玄功与天罚玄功的差距会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好像当初的楚风在九州大陆也只是众多天才之一，可是现如今已在这大千上界纵横，而当初那些在九州大陆与他争锋的小辈，却只能留在祖武下界，莫说上界，连凡界都无法到达。就在这时，武力奔腾，天地颤动，在楚怀宇的手中又多出了2件半成仙兵。这一刻，楚怀宇的气息再度攀升，他甚至还施展出了仙法，浑身雷霆萦绕，看上去简直是所向披靡，无人可敌。猛然一声巨响传来，楚怀宇已是拔空而起，他来到天际之上，手中的2件半成仙兵便同时挥动，刹那间一道交叉的斩击横扫虚空，把虚空都斩成了粉碎，直奔那猛兽而去。然而当那斩击靠近之后，只见其中一只猛兽尾巴一甩，竟轻易的就将楚怀宇的攻势给化解开来。在此之后，那只猛兽大嘴一张，一道肉眼可见的声波便自其口中飞掠而出，向楚怀宇压迫而去。那一刻，楚怀宇顿时面如死灰，他非常清楚，那声波若是击中他，他怕是要飞灰烟灭，葬身于此。可就在那声波将要靠近楚怀宇之际，那道声波竟然消散开来。是楚轩正法，是楚轩正法化解了那道声波。楚轩正法不仅化解了那道声波，还使特殊的力量将那只对楚怀宇发动攻势的猛兽安抚了下来。多谢前辈，楚怀宇抱拳说道。而对于楚怀宇的道谢，楚轩正法则是淡淡一笑，随后看着楚怀宇和楚若诗说道：还有人愿意再试吗？放心，有我在此，这食魂珠的守护兽也伤不到你们。只是哪怕楚轩正法这样说，也没有人应答，他们不想自取其辱。现在还有人怀疑这食魂珠是假的吗？楚轩正法问道。众人低头不语。事到如今，谁还会怀疑那食魂珠是假的？那就是真的愚蠢了。楚风、灵犀，那么你们2个是怎么收服的这食魂珠呢？楚轩正法看着楚风和楚灵犀说道。是啊，他们2个是如何做到的？楚轩正法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和楚灵犀2人。并非是我做的，是楚风他帮我收服的这食魂珠。楚灵犀说道。听得此话，楚轩正法嘴角的笑意更浓，随后对楚风说道：楚风，是这样的吗？正法前辈，是的。楚风点了点头。那可否方便再做一次，也好让我们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楚轩正法说道。当然可以。楚风再度点了点头，随后便开始布置催眠阵法，如同之前在那死门内的池水之中一样。楚风花费了半个时辰之后，成功的将那10只守护兽催眠，并且当着众人的面掠过那10只守护兽，将食魂珠握在了手中。下一刻，10道气体涌入食魂珠内，食魂珠再度恢复成了往常的模样。他竟然真的做到了，竟然是凭借结界阵法。这不是重点吧？重点是楚风的戒灵之术竟然已经达到了尊袍，他如此年纪竟然已是一位尊袍戒灵师。当亲眼见识了楚风的结界之术后，那些不了解楚风的小辈们终于开始对楚风刮目相看。他们似乎直到此刻才知道，楚风并非浪得虚名，至少他凭借结界之术做到了楚怀宇所无法做到的事。而众所周知，在楚氏天族当今的小辈之中，楚怀宇和楚浩言的实力其实是非常相近的。在众人震惊之际，楚风则是飞落而下，来到楚灵犀的身旁，再度将那颗食魂珠递给了楚灵犀。他居然真的将食魂珠就这样交给了楚灵犀，这也太大方了吧！那可是食魂珠啊，对天雷血脉者有着极大帮助的食魂珠啊！众人很是不解，因为楚风这种行为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楚风，这食魂珠的作用你清楚吗？楚轩正法说道。清楚。楚风说道。既然清楚，你还要将这食魂珠交给灵犀，为何自己不用？楚轩正法问道。不知道前辈，你知不知道这食魂珠其实早在多年之前就有人找到过？楚风说道。知道，那个人便是你的爷爷楚汉仙大人。楚轩正法说道。我爷爷说过，食魂珠不配与神罚玄功相融合。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顿时激起了千层浪。这食魂珠不仅是楚氏天族的镇族之宝，更是他们所向往的神物。楚风居然这样侮辱食魂珠，他们自然很不舒服。我爷爷这话说的有些过分了。
楚风再度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人们那不舒服的内心倒是缓和了不少，心想，毕竟是楚风爷爷的言论，就算过分，与楚风没有关系。可是谁曾想，就在此刻，楚风却再度开口。可是当这食魂珠真的到我手中，我才发现我爷爷说的是对的。这食魂珠虽然厉害，可它的确不配与神罚玄功相融合。这一刻，众人目瞪口呆，那副表情就跟吃了狗屎一样。唯有楚轩正法淡淡一笑，看着这样的楚风，他其实很是欣慰，因为这不正是楚轩辕当年的影子？我行我素，不在乎世俗目光，却又有着比谁都强的正义感。